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82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你是否有过因为球鞋缓震太差而被震伤的情况？你又是否有过因为球鞋立线不正而导致的膝盖或者是脚踝方面的伤病？你又是否有过因为球鞋的足弓支撑存在问题而导致的足底筋膜炎？这个时候，可能一副优秀的鞋垫就能让你有完全不同的体验。有的鞋垫可以起到调整立线的作用，那有的鞋垫可以解决缓震的问题，有的鞋垫可以提供给你一定的足弓支撑。而在这一众鞋垫当中，究竟应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有哪一些的鞋垫。首先，第一款来自金健达，官方售价259；第二款来自麦高乐，官方售价38元；第三款来自先驱7的7号胶囊鞋垫，官方售价69元；第四款来自赞斯特，官方售价313元；第五款来自麦高乐，官方售价78；第六款来自于安踏，官方售价49元；第七款来自 C-Pool， 官方售价299；第八款来自麦高乐，官方售价68；第九款来自麦高乐，官方售价48；第10款来自 Jet Flow， 官方售价156；第11款来自新迈科技，官方售价99元；第12款和第13款都来自23运动科技，官方售价分别是599和1299，价格也是最高的两款。而我们对于这些鞋垫的测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3个。第一，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于球鞋立线的纠正。第二点就是对于足弓的支撑，因为现在足弓支撑偏弱的篮球鞋实在是太多了。那最后一点才是对于球鞋缓震方面的提升，或者说对于脚感方面的提升。那为了测试的公平公正，全部使用同一双篮球鞋来进行测试。在立线的纠正方面，使用的是科比5代的 Procho， 科比5代的复刻在后跟处是有着比较明显的立线不正问题的。而缓震以及足弓支撑方面，全都使用这一双安踏的风洞3代来进行测试。这一双鞋在足弓支撑以及缓震方面是明显欠缺的。那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讲解，在最后我也会根据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体验，说出我这一段时间对于鞋垫的一些个人见解，一些如何去选择鞋垫的总结。那即使这里的所有鞋垫都不适合你，也能帮助到你自己去选择自己想要的鞋垫。首先，第一款来自金健达的这一款鞋垫，259元，价格也并不算便宜。全掌的坡润缓震材料，加上后掌大面积的仿碳板支撑片，厚度还算可以接受，能够起到一定的脚感提升。但是这种类型的鞋垫想要提升缓震，那是非常困难的，只能起到一定提升脚感的作用。对于立线的纠正还是非常明显的，非常有效。但是在足弓处并没有做出特别明显的上翘弧度，对于足弓处的支撑并没有明显的提升。不过对于低足弓的朋友来说这一副鞋垫在足弓支撑方面的提升也算是勉强够用的。但是在换上这一副鞋垫之后，它的前后掌过渡是比较糟糕的，中底的支撑片最前端的位置有一点尴尬，在跑动的过程中会有比较明显的异物感，体验比较一般。那如果你想要的是可以纠正立线，增加一定的脚感，那这一副鞋垫是 OK 的。但是259的价格，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偏贵的。第二款来自麦高乐，价值38元的鞋垫，前掌有一块坡润材质的加实，后掌有一块气垫。这一类的鞋垫确实可以提升球鞋的缓震，但是这一类的鞋垫我个人是不推荐大家购买的。这一类鞋垫在带来缓震提升的同时，会带来非常明显的重心上升的一个副作用，球鞋的稳定性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那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绝对是得不偿失的一个选择，会增加一定的受伤风险。我个人并不推荐这一类型的鞋垫。第三款先驱7的7号胶囊鞋垫，相对其他的鞋垫来说，它是跟普通鞋垫最为相似的，并没有什么支撑模块的加持，也并没有做出任何明显的分区设计。通过材质的外观可以看出来，它是经过特殊发泡而来的，并且在面料上面做出了非常多的凸起，与双脚的摩擦力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它在缓震方面会有些许的提升，而在脚感方面提升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其他各方面都没有起到矫正的效果。不管是立线方面的调整，还是对于足弓支撑方面的加成都没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的是提升一定的缓震，那这一副鞋垫是可以选择的。但是你如果还想要其他方面的提升，那它是没有这一些方面的作用的。第四款来自赞斯特，这一副鞋垫是这一众鞋垫当中厚度最薄的一款，并且针对不同的足弓高度分为低、
中、高3款给大家来进行选择，这一点是其他品牌的鞋垫所不具备的。较薄的鞋垫厚度对于缓震肯定是毫无提升的，甚至还会有所下降，连原鞋垫都比不上。而且它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并不出色。它虽然在后跟处有着明显的包围设计，但是它对于力线调整并没有什么作用。力线会随着球鞋的变化而变化，本来力线不正的球鞋用上它之后，力线会更加的偏。而可以选择对应足弓高度这一点确实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选择正确，你就会得到非常不错的足弓支撑。足弓支撑方面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不过虽然在足弓支撑这一方面做的确实比较不错，但是300多的价格真的有一点偏贵了。300多只起到一个足弓支撑的效果，我个人不推荐购买。第5款来自麦高乐，后掌加入了一块 Poron， 并且后掌还有一块硬度还算 OK 的 TPU 支撑片。后跟的 Poron 材质厚度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对于缓震有一点点的提升。硬度不错的 TPU 承托盘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力线调整的效果。对于足弓支撑方面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并且与双脚的贴合度也是非常高的。换上它之后，在跑动的过程中也并没有任何的异物感，舒适度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这副鞋垫还是非常不错的，78元的价格，我觉得也可以接受。第6款来自安踏，在用料方面应该可以算是最差的了。整体使用的材料就是最普通的 EVA 鞋垫所使用的材料，在前后掌分别加入了一块 Ocelot， 在后跟部位加入了一块环抱式的 TPU 片，整体鞋垫基本上没有什么强度可言，非常软，非常软。但是后跟处的 TPU 承托盘还是可以略微起到一点调整力线的作用的。换上它之后，在实战的过程中，它与双脚的贴合度也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整体的强度偏低，并且在足弓处的上翻幅度并不是很高，在足弓支撑方面还是会更加适合低足弓的朋友去进行选择。正常足弓或者是高足弓的朋友可能会感受不到它所带来的那一种足弓支撑。第7款来自 C 铺，这一副鞋垫绝对是今天所有的鞋垫当中堆料最足的一副鞋垫了。前掌的大面积 Poron 加上后跟处2块小一点的 Poron， 大面积的碳板再加上上面有一块 TPU 支撑片，能给的都给你了。但是堆料并不代表着优秀，它在力线调整这一方面表现的是比较差的。它会随着球鞋的力线变化而变化，本来力线不正的球鞋换上它之后，力线更偏了。不过它所带来的足弓支撑方面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同样它与双脚的贴合度是比较糟糕的，穿着实战的过程中会出现明显的硌脚现象，在舒适度方面也表现的比较糟糕，在缓震方面略微有所提升，那300左右的价格，它这样的表现并不能令我满意。这种价位的鞋垫，我觉得最起码也得具备调整力线的效果，但是它却做不到，而且它是今天这一众鞋垫当中唯一一副需要自己去修剪的一副鞋垫，体验并不是很好。第8款和第9款我们就一起说了，它们除了有一个有碳板，有一个没有碳板之外，其他都没有区别，都使用了前后的 Poron， 8号多一块碳板。这2款鞋垫在力线调整方面都只能起到略微调整的一个水平，对于足弓支撑方面也没有任何的提升效果。不过8号在穿着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异物感，会有一点点的硌脚，而9号则完全没有这一个情况。这2副鞋垫在实际的体验方面其实差距并不大，不过9号在舒适度方面会好不少，虽然没有碳板，但是舒适度反而会更好一些。碳板放置的位置不合适，比没有还不如，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吧。第10款来自 JetFlow 的碳板鞋垫，它能起到非常明显的调整力线的效果，但是对于足弓支撑方面的提升并不是特别明显。虽然强度是非常高的，但是不会出现什么硌脚或者是不舒适的感觉。不过我手上的这一副，它在后跟处并没有做出开口的处理，脚后跟会直接与碳板接触，穿着时间久了之后，脚底会有一点疼。不过现在的新款好像在后跟处是有了开口的设计的，应该在舒适度方面会提升不少。这副鞋垫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还是不错的。第11款来自新迈科技，就是那一款用热水泡了之后自己定制的那一款定制鞋垫。这一副鞋垫就是纯纯的智商税，自己定制完之后放入力线不正的篮球鞋，力线会更加的歪，随着球鞋的力线偏移而产生更大的偏移，体验非常糟糕，并且支撑片的最前端有着明显的异物感，舒适度方面也并不好，后跟处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开槽的设计，穿着时间久了之后，脚后跟会感到明显的不适感。唯一还不错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对于足弓的支撑还是比较不错的，其他都很糟糕，完全不值得购买。
最后2款都来自于23运动科技采足膜做的定制鞋垫，一款599，一款1299。2款的差别其实只是鞋垫主体的材质差别，它们的差价却达到了足足的700元。1299用的是超临界的材质，而599的材质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普通一些。不过说穿了，它们两者在穿着体验方面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2副鞋垫与双脚的贴合度都非常高，毕竟量身定制嘛。对于力线的纠正是非常明显的，足弓支撑也有非常明显的提升，能够非常好的贴合住你的足弓。脚感方面也会有略微的提升，但是对于缓震并没有明显的加成。这一系列的鞋垫当中，个人最推荐的还是这一款599的定制鞋垫。我觉得它还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穿着体验的，就是价格啊，确实是不算低，599的价格都可以购买一双比较不错的实战鞋了。但是它确实是能够解决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球鞋存在的缺陷。那如果你的预算够，那就可以考虑搞一副。但是如果你的预算不够，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一副5号鞋垫的，来自麦高乐的这一副鞋垫，它的价格还算合适，并且也能够起到调整力线、提升足弓支撑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这些鞋垫当中，如果都没有你想要的，你应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呢？我从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体验当中也得出了一点点的经验。那第一点，后跟必须要有硬质的承托盘，并且承托盘的面积还要稍微大一些。如果承托盘的面积比较小的话，反倒会起到力线更歪的反作用。比如说这一副 C-PO 的鞋垫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堆料这么足，但是在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却并没有做好。这有什么用呢？对吧？第二点，在足弓部位必须要有上翻的幅度，这样才能够起到一定的足弓支撑的效果。第三点，在后跟处最好要有开槽，不然穿久了之后后跟会有一点疼。还有一点，后跟的支撑材料，它的最前端不能太靠前，不然舒适度方面会表现得不太好，会有一点点硌脚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么一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了。那究竟应该如何去进行选择？这还是得看你们自己了。那如果你想直接简单一点，就简单粗暴一点，就上这个599的定制鞋垫。那如果你的预算不够，你可以上这一副5号鞋垫。那如果连这一副5号鞋垫也不适合你，那就按照我给你的方法去进行筛选，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鞋垫，符合自己需求的鞋垫。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有空来做，我们下次再见啦 ，peace。